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是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的一个文献，就是这一本里边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哈尔滨当年的极乐寺、索菲亚教堂，什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观、一贯道、天理教、白莲教，就是所有这些最封建、最反动、最落后的势力，他们的头基本上都是日本特务。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就是在当年，你想反帝就必须得反封建，同样的道理，你想反封建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供你选择。就你不要幻想利用什么一贯道、天理教来组织发动老百姓对抗帝国主义，那不可能，就人家是一伙的。同样的道理你也不要幻想通过帝国主义来铲除这些封建的落后的残渣余孽，就人家两家不是敌对的，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个半生的关系。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垮台了，说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中东这些国家让美国、以色列骑在脸上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反帝的同时反封建。中东这些国家有几种发展模式，第一种就是沙特、科威特、阿联酋这种收买模式，就是我呢有钱，对内呢我向封建势力妥协，我不仅不动你们的好处，而且我还给你们建超豪华的宗教场所。对外我也有钱，我花钱买你们西方的武器，就基本上你美国你说啥是啥，就是我花钱买个平安。第二种就是现在伊朗哈马斯的这个模式，就是我利用封建势力来反对帝国主义，就是我把宗教作为我的组织手段和动员手段，甚至我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掩饰我的国内矛盾。慈禧老太太当年想废掉光绪皇帝，立大阿哥溥俊做皇帝，西方列强不同意，于是呢，老太太就发动义和团来对抗八国联军。实际上，老太太真正想回避的是什么呢？是变法。第三条道路就是伊朗国王巴列维和今天阿萨德的道路，就是呢，我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势力，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符合西方标准的现代化国家。说白了这条道路的本质是引入西方势力来压制国内那些极端反动、极端落后的封建残余。结果巴列维和阿萨德都被自己国内最黑暗、最反动、最落后的封建势力给推翻了。实际上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埃及的纳萨尔走的都是这条道路，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强人，要么被本国的封建势力推翻了，要么让美西方列强给干掉了。事实证明，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胡同。那中东这些国家为什么不走一条像中国这样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呢？因为这条道路太艰难，也太血腥。太艰难意味着你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太血腥意味着什么地主、乡绅、土司、教主、活佛，在经济上你要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在政治上你要打掉他们的权威，在舆论上你得让他们闭嘴。这个过程是你死我活的。所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今天借着叙利亚的事儿，我们回看1949年的中国革命，你会发现它让占人类1/4的人口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为子孙后代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向勾连，这是一条鲜血铺就的道路，但是你的付出和你的收获是成正比的。